这个可助你恢复记忆。为何帮我？看在咱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的份上，尽管你忘了，记忆中还不够明显。当年的事，就是爹做的。当初爹留下丽娘，就是为当人质，这叫我以后怎么面对他？静玄上仙。凤老这副迫不及待栽赃的样子，也很识态呀。禀诸位长老，全岛人数已核查完毕。全员俱在，无人失踪，也无人受伤。这可都是虚家族人仔细核查的。两位长老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李丫头明明亲眼所见盔甲里的人遇水淹灭，岛上怎会无人失踪呢？那究竟是哪里来的人？而且，凤老指证狂徒招招致命，就是为杀人而去。岛上杀人可是极罪，被记到岛历上，天赎时可就出不去了。我程家子孙有何理由做出此事？再加上刚刚人口清查，足以证明，做这件事的根本就不是岛上的人。你是指静玄上仙？就在前几日，有人幻化成我的模样，到程家盗取火枝。由于没到城，再加上我想毕竟是仙家贵客，也许只是贪玩游览，我便没宣扬，可谓给足颜面。没想到今日竟幻化成盔甲人，犯下藏典阁猎杀一案。可无人批示法印，准许静玄上仙进入藏典阁。两位人证也都没在阁内见过上仙，程老可不能乱栽赃。徐老太君如何确定他需要拿到法印批示才能进入阁内？10年前的商镇没有法印进出藏典阁的悬案，至今未查清。若我能拿出他进过藏典阁的证据呢？我从我爹留的暗门进来的，不能被人知道我今天来过。那这里的事你是如何得知的？诚然传信。该不会是程家在布局吧？凤老当知晓，岛上只有外来者才可能会幻化，此般情况你只怀疑程家，对外来上仙却只字不提。你们该不会是同伙吧？一派胡言！3天时间，我若能找到关于静玄上仙的证据，3天足够毁灭更多程家涉事证据。你该不会是在拖延时间吧？行了，诸位不要吵了。此事事态严重，情节恶劣，我徐家绝不允许岛上存在这种隐患。盔甲一事仍会继续彻查，以及3日后，程老若拿不出此事和静玄上仙相关的证据，那盔甲杀手就和程家脱不了干系，我便依岛规免去你长老席位。若我拿出证据，证明这静玄上仙真的有问题，也请徐老和凤老拿出指责我的态度，3方一起行使制衡术，可别手软。阿轩，你今晚有时代替你爹去北云岭做监工，这件事情以后都交由你负责了。是，老爷。爹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老爷对你可是彻底不信任了，连之前不让我碰的事，少爷，如今都成了我的任务。等等，啊！有香树剥毒，我爹他可说了什么？没，
姑爷他只是吃饭的时候问了下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，然后就嫌饭菜有点凉，让我拿去厨房热一热。问时辰，给我吧，我去热。是。是受热定时传信，跟谁的约定？来人，在，帮我办件事。哎，你吃晚饭还没送啊？就是，饿死了都。再等等吧。行吧。今天在藏典阁里就是这样了。指令控制，程家竟然还精通傀儡术，那些也是程家手笔吧？唉，我现在就后悔当时在水里没抓住那盔甲。不重要。你是新来的还不知道，这岛上很多器物都携带各家打造时的法力信息，徐家织的布料，程家打的器具，这些都很容易被溯源的，能找到作为物证，直接破案。哦，再说说你关于萧寂死而复生、召唤雷电的推测吧。这事儿说来话长了，应该是因为一个阵法，一切始于10年前的一场生离死别。你说商家那件事？是岛民告诉你的啊？是啊。你可别信他们胡说啊！我养父母人可好了，完全不是传言的那样，也就是他们儿子有点小问题而已。哦，哎，他们儿子，什么问题？啊，那个小哥哥经常上一课还好好的，唰一下就变色了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变色？他还总失控。据说收养我之前，他打伤过岛上好几个孩子，都没人敢让自家孩子跟他一起玩了。我小时候总失控，怎么完全没印象？那他打伤过你吗？那倒没有，我到商家的时候，商爹和程叔叔找到法子制住他了。程叔叔，这里还有程冉的事。约定，这么晚，我有急事要出门一趟，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，其他信息明天再对。哦，好。哥儿几个，天亮了，我们来交班，你们赶紧吃早饭去吧。好嘞，辛苦。辛苦，走了。已经是早上了吗？我睡了这么久。谢谢少爷。多出去吧，走远些。是。爹醒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消息我看到了，昨晚我替爹去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昨晚去了魏影洞，您猜我等到了谁？不信吗？昨晚小厮说爹问过时辰，想必您当天有约，否则不会急于确认时辰，再发出取消信息。原计划您昨晚有家里的任务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出门，去贝云岭监工。而那边附近的魏影洞，有我为了保存珍稀植物部的乡镇，可以暂避火灵监视。我想，一定就是那里。于是，你怎么又擅自行动？问您原因，您不告诉我，我只能去问他了。爹这个反应，约见之人定是竞选。那见面会不会有什么接头的信物？爹放心，我会保守秘密。毕竟您冒着被老爷打死的风险，也不愿意透露他半个字。我想，既然是爹想帮的人，便做个顺水人情，有求必应了。你不会把云潭草也给他了吧？这难道不是爹希望的吗？胡闹，那只是约他来的借口。他
他记忆出了点问题，我是想当面告诉他当年真相，劝他不要再……不对，没有过那么久，现在不是第二天早上，你是在套我话。商家当年之事，我也有诸多疑虑，所以这些年一直在暗中调查。您想了解什么，可以问我，我定将所查结果直言相告，不也免得凤老无端浪费时间吗？那你可知当年商震身边有个黑衣怪人？啊，您刚才是在查这个呀？不然你以为我在查谁？哦，妹，关于黑衣怪人，我却也查到些许线索，但我能屏蔽程家监视的时间有限，此事一句半句讲不清楚。凤老若是信得过我，您用法术将监视完全屏蔽，我们方可畅聊。该不会是程家诈我的套路吧？若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，将我从长老会除名。此等法术我可不会，既然今天时间紧促，后面再寻合适时间吧。我得回去上课了。也好。冒险来跟我说这些，是图什么？怕我深入调查商家？可如今就算我查下去，对商镇又能有何影响？不会是怕我查到商家和静玄的关联吧？难道他知道静玄的身份了？这……坐，尝尝看，不太熟练，你教教下。哇！上仙太谦虚了吧？你这手艺能发大财的。能吃就好。借助已多加叨扰，着实不该指摘你人际交往。昨天言行不妥之处，请多包涵。嗨，不怪你，岛上情况你不熟。这程家啊，有人是挺讨厌，但程叔叔很照顾我。阿炫少爷行医颇受岛民爱戴，都是值得结交的人。你那群老乡呢？你不怕他们对你不利？你疑心重这一点很像我爷爷啊，他也老觉得别人会对我不利。在爷爷眼里，全世界最弱的就是我。哎呀，没法跟他解释。你疑心也这么重，是因为忽然被关到陌生的地方没安全感吗？安心，明年天蜀就能出去了。这之前你就听我的，踏实住在这儿，放松心情，多交朋友。1年时间，保准眨眼就到。凡人临时防备薄弱，易被窥视。记忆所解开的事，估计很快就会被有窥视能力的人知道。凡人恐怕没那么容易离岛。岛上有窥视能力的人，究竟都有谁？这些，程冉会知道吗？3天过得真慢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当面问他了。另外，他的建议你怎么看？劝上仙还是不要住在这衡水居，您所在的地方，恐怕会成为岛上角力的漩涡中心。衡水居积年累月设有多层结界，是我最方便隐蔽的出城，不能换，而且也方便应对力量遇险。神族物件防护力强，如果能将此物改造，再给它用于临时防护就更好了。这些文字好
熟悉。你认识神族文字？只认识一部分，其他的想不起来，但我可以操作试试。多亏涂姑娘送给我们的木材，这船总算是修好了。啊，客气什么？别愣着了，灵犀小姐给的食物，兄弟们拿去分分吧。好，谢谢涂姑娘。公子，谢谢。你说了那么多机密，可考虑过后果？跟那边的兄弟也分分。如果他背叛我们，岛上的仙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多统多虑了，丽娘是明白人，而且这次多亏了她送药送吃的。总之，出了事我负责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拿什么负责？雨都清了吗？岛上这帮神仙不会留一手吧？我恢复的已经很快了。您这边就抓紧准备起航事宜吧。唉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。船自从被那个上仙推回岸上，搁浅很深。我们集全船人力试过几次，都难以撼动分毫。需要把积在船底的泥沙挖掉，再砍伐些原木垫上。待涨潮之时，才能再次借潮水之力入海，相当耗费人力、物力和时间。这船怎么动了？瞎说什么呢？这船哪动了？吃你的东西啊！真动了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呀！别让船见力飘走了！快跟上！快追呀！别说这风凉话了，赶紧！当年凤老立约，愿以岛外知识见闻换取一届长老席位，直到休眠前授课，成果颇丰。如今您出关已有几日，是不是也该恢复授课了？唉，醒来至今仍感乏力，而且这届长老任期也快到了。天竺出岛，已经倒立审判，不知凤老是否还有印象？当年您对倒立起事的合约上有个细项，授课不低于1000个时辰。啊，也是，毕竟玲珑是这岛上千载难逢的好苗子，若错过这一件，真是我曾为人师的损失。凤老，自习时间结束了，往后学下一章吧。不错，玲珑很尽责嘛。下一章课题是天赎，由玲珑先来做个概念提炼吧。天赎是我们岛上这些谪仙回归仙班的唯一途径。普通岛民的天赎流程为2步，先由岛吏为全岛所有人判定善恶功过，此为第1步。通过判定之人，在第2步中需要接受神识的考验，回答3个问题，答对者方可通过天赎回归仙班。而3位长老的天赎则多一个步骤，天赎当日，3位长老作为岛上治安协理代表，可与神使当面交谈。奶奶一直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
给徐家过世的老祖宗和其他没通过的族人说说情。但我觉得他想多了，天龟哪是能讲情面的？而且，万一他自己都没通过问题考验，师傅。商家人周身的能量场还真是特别，闪避速度飞快，是什么原因？哦，好家伙，吓我一跳！你是干嘛的？研究一下招式，没准后面可以帮到老爷。哟，可以啊！弱不禁风的小呆子，也会为家里分忧啊！哥，帮我去制香室拿本书，墨绿封套那本。嗨，还开始使唤你哥我了还？4个香囊。啊，得嘞。其实我也没见过屠霍本人，手串来自一位老水手，舍利宝塔的传说也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说，神仙从舍利塔里取出了一些舍利子，交给屠霍作为往来的钥匙。屠霍将其分别嵌在几个手串上，私心留在陈氏一份，以作备用。交由老水手保管，便再次出海，返回思量岛寻亲。自此，屠霍其人就彻底失踪了。萧寂记忆中，爹确实回岛上来了，难道还在岛上？以及，看来舍利塔才是进出思量岛的关键。小时候好像见过那个东西。那时太小，记不清了。哎，那东西后来去哪儿了？哎，我爹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舍利塔？老水手并未细说，待我们回凡间，就寻他来问话。果然是稻香符，出现在头部多半是做记忆用的。是爹的手笔吗？为何要锁？锁住的会是什么内容呢？你去挑衅他干什么？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今天要不是你老爷在，看你怎么收场。爹在乎的，真的是我收不了场吗？你竟然开始忤逆我了！我只是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判断了。我不希望有人伤害我的家人，毁掉家园，就像当年商家一样。对于有这样重大嫌疑的一个人，您的袒护不觉得过于明显吗？我确实做不到不顾你的安危，把这件事告诉老爷。